老公，这就是陆总的那个妻子，我记得不是和陆总一样大吗？怎么看起来像他妈啊？是啊，这也太老了，站在一起像两代人。陆总真是饿了，这样的也能下得去嘴？温念，你怎么来了？温念，今天是我儿子大喜的日子，你穿成这样出来，存心丢我们陆家的脸是不是？哎呦，大家快瞧瞧，这是谁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哪个乡下来的老姐姐呢。妈，这条裙子是您给我的，说雨辰最喜欢我穿这个颜色。我是让你穿白色，可没让你穿这种小姑娘的裙子装嫩。看看你那张脸，跟风干的橘子皮似的，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妈为什么这样对我？她不是一直很希望雨辰对我好吗？阿姨，您别这么说，念姐姐也是为了配合雨辰哥的喜好。虽然岁月不饶人，但念姐姐的心意是好的。雨辰，这是我托人特意为你订购的限量版钢笔，这款笔全球限量只有3支，前2支都在国外名人手上，这一支是国内独一无二的，代表着你独一无二的成就。等一下，那不是楚楚小姐刚刚送给陆总的礼物吗？怎么包装和款式一模一样？全球限量只有3支，2支在国外的伯爵手上。那现在这国内怎么同时出现了2支？这其中一定有1支是假的。温念，你平时在家里虚荣爱面子也就算了，今天是我人生最重要的升职宴，你竟然拿地摊上的冒牌货来恶心我，你到底安的什么心？雨辰，我没有撒谎，我这支是真的，我好不容易买到的。够了，温念，你还嫌不够丢人吗？你知道这款限量版钢笔价值多少钱？它不仅贵，而且极难购买，如果不认识一些社会上层的人物，根本连预定名额都拿不到。你一个天天在家里做饭洗衣服的家庭主妇，你拿什么去买？是啊，念姐姐，撒谎可不好。我这支笔可是特意请了温氏集团的大小姐温柔，专门从国外帮我带回来的。温柔是我在国外留学时候的同班同学。念姐姐，你呢？你怎么买的？二姐怎么可能有林楚楚这种朋友？最近这几个月，姐姐为了陪妈妈，连国门都没出过，怎么可能去国外帮她买钢笔？温念，你太让我失望了。做人最重要的是真诚，你现在不仅虚荣，还死不悔改，立刻给楚楚道歉！你用一只假货拖累的楚楚陪你在这里遭人非议，让她蒙受了不白之冤。就是你一个吃白饭靠我儿子养着的家庭主妇，哪里来的钱买这种奢侈品？我看你就是居心不良，看不得我儿子好，拿这种破烂地摊货来糊弄我儿子。你心肠怎么这么黑啊你？雨辰哥，温念姐姐是不是不喜欢我？雨辰，我真没有买假货，我的钢笔就是真的，不信你拿出来对比一下，真的是。念姐姐，对不起，是不是我的出现让你感到不安了？你千万不要在意我，我和玉元哥只是朋友。我走，我现在就走，求你别和玉元哥吵架，今天是他的好日子。温念，看看你现在这张像老树皮一样的烂脸，你拿什么跟我争？我要是你，早就识相的滚蛋了，留在这里简直就是个活垃圾。林楚楚，你给我滚开！好痛！温念，你竟然敢推楚楚！楚楚，小姐，您的手流血了。呸！晦气！你居然当众动手推人，我们陆家怎么娶了你这么个丧门星？温念，你太让我失望了。楚楚好心劝你，你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手，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狭隘，这么恶毒了？我没有，是他自己往后倒的。陆雨辰，他刚才在我耳边说。够了！小姐一直兢兢业业的为陆家，你们身为她的老公和婆婆，为什么要帮一个外人欺负她？雨辰哥，我的腿好疼，我动不了了，我是不是摔到骨头了？好痛啊！楚楚，你别动，我看看伤到哪儿了，是不是膝盖？哎呀，雨辰，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带楚楚去医院啊！要是楚楚的腿有个3长2短，影响了她跳舞，我跟那个女人拼命！温念，你简直歹毒，嫉妒就痛下杀手。我告诉你，楚楚要是因为你腿坏了，你也会痛苦一辈子的。
温念，念在你这些年确实为了陆家做了不少事，雨生也不是什么心狠手辣的人，所以一直以来他才忍着没有主动向你提出离婚。不过，作为你婆婆，我还是希望你能识相一点，迅速和雨辰把婚离了，别再死皮赖脸的缠着我儿子，更不要耽误了雨辰的大好前途。离婚，小姐。真是晦气，赶紧把这人抬走，真是恶心死了。等会儿新公司的大领导温总可就要来了，要是让他看到这满地是血，还以为我们陆家做了什么亏心事儿呢。快滚！少爷，小姐在鹏翔酒店大会厅，你快点来接她。念念，你看到了吧？这就是你嘴里那个有情有义、值得你托付终身的好男人。你为了他什么都不要了，他却抱着别的女人在外面招摇行事。哥，我想回家了。好，跟哥哥回家，我们这就回家，我们再也不回那个吃人的陆家了。我的念念，你受苦了。妈，我没事，现在我回来了，不哭。念念，温寒已经把陆家那群畜生做的事儿都告诉我了，你放心，有我们在，谁也别想再欺负你半分。你告诉爸爸，接下来的路你打算怎么走，我们全都支持你。爸，我要拿回我给陆宇芬的一切。念念，只要你这句话，陆雨辰那个人渣这些年能升得这么快，全靠我们温家暗中打招呼送资源。我明天就让秘书切断他公司所有的后续资金，让他那个总经理当一天都成了奢望。念念，这是我们跑遍了江城求到的一颗民间神药，你赶紧试一试，也许真的有用呢。姐，没用的。这些年我为了这怪病，看遍了国内外最顶尖的基因团队，吃了无数的进口特效药，不仅毫无起色，反而越来越老。我已经彻底不抱希望了。念念，算妈求你了，死马当活马医也是医呀，哪怕只有1/1000的希望，你也得给爸妈一个盼头，试一试，好吗？是啊，色衰爱睡，陆家人嫌弃我样貌，以此来羞辱我、背叛我。好，那我就死马当活马医。如果我的容颜注定无法恢复，那我也要用这张老去的脸，把你们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念念，你怎么了？是不是要起效了？妈，哥，我想吐。念念，念念，你怎么了？不会是那颗来历不明的药丸有毒吧？妹妹，你把门打开，别吓姐姐啊！哥，那老东西给的是毒药，老子去砸了那间药铺。阿彻，现在不是发疯的时候，立刻备车，通知圣玛丽医院所有的基因专家和急救团队在门口候着。我这就去。阿兰，去拿念念的外套，其他人准备撞门。哥，不用了。爸妈，我好了。念念，我的念念，你别回来了，你真的别回来了啊！正善正念必有奇效。那个老掌柜说的没错，看来那老东西没骗人。小妹，你就是心思善良，太纯净了，所以这药在你身上效果加倍。你现在比生病以前还要漂亮千倍万倍。小妹，二哥真替你高兴。但是，现在你变得这么漂亮，万一那个陆语音看到你现在的样子，厚着脸皮回来跪求你复婚，你不会又心软了吧？二哥，你放心，之前的衰老让我彻底看清了陆家人的冷血与无耻，我温念绝对不会在同一个坑里跌倒2次。大哥，帮我个忙，上次陆雨辰那个无疾而终的总经理庆祝宴，
咱们再给他办一次吧。这一次，我要你动用所有资源，把江城所有的商业大佬、媒体记者全都请过来，我要让他在最瞩目的地方风风光光的死。哎呦，我的天哪，楚楚啊，你这腿伤的重不重啊？快，以晨，快把楚楚轻轻放沙发上，别累着人家了。阿姨，我没事的，您别怪念姐姐，她也只是一时失手，我受点委屈没关系，就是这腿疼的实在动弹不得，都是我不好，惹姐姐不高兴了。呸！都怪温念那个女人，真是晦气！好端端的一个喜庆日子，全被她给糟蹋了。自己长得跟鬼一样，还见不得别人年轻漂亮，简直歹毒！对了，逸晨，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大领导温总没有来啊？我跟那些太太们吹了半天，结果温总连个面都没露，可急死我了。妈，您急什么？温总那是临时有紧急公务，大人物嘛，忙一点很正常。不过您放心，大领导来不来根本不影响我当分公司的总经理，聘书早就定下来了，只是换个时间颁发而已。我就说嘛，我儿子这么出色，总经理的位置除了你还能有谁？哼，都怪那个丧门星，今天非要在宴会上见血，生生冲散了我们雨生的贵人气运。他就是客人，否则温总今天怎么可能临时不来？真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娶了他。阿姨，雨晨哥，你们别生气了，温念姐姐肯定也是因为我才不痛快的。只要逸晨哥能顺利当上总经理，我受这点伤真的不算什么。楚楚，你就是太善良了。今天在大庭广众之下撒泼，简直丢尽了我的脸。等他滚回来，看我怎么跟他把账算清楚。喂，周秘书，你好，你好，我是陆宇恒。陆经理，恭喜！温总对上次因为紧急公务缺席您的庆祝宴感到非常抱歉。为了补偿，温总亲自下令，明天晚上在温氏旗下最顶级的圣爵菲尔大酒店，为您重新举办一场规格更高的升职晚宴。什么？温总亲自下令重新办？是的，不仅温景会亲自到场为您颁发分公司总经理聘征，我们温家4小姐也会来出席宴会，整个江城商界的名流以及几大主流媒体都会悉数到场。这个分公司是我们温氏集团的重点发展公司。陆经理，温总非常看重您，请您务必做好准备。是，请您转告温总，我一定准时到场。啊！儿子，那大领导怎么说？妈，温总要亲自出席，明天晚上重新给我办庆祝宴，而且是江城最高规格的，所有名流都会来，温总还要当众给我发聘书。哇，玉晨哥，你真的太厉害了！那我明天是不是可以作为你的女伴，跟你一起出席，见见那位传说中的温总啊？那当然了，不带你带谁？幸亏温念滚蛋了，他前脚刚走，温总后脚就重新给办宴会了，说明温念就是个丧门星。他走了，我儿子的贵人运就回来了。哼，楚楚，明天你挑一件最贵的礼服，我要让全江城的人都知道，我陆一音不仅事业有成，身边的女人也比那个黄脸婆优秀10000倍。陆总，您这面子可真是太大了。听说这次庆祝宴是温氏集团那位神秘的4小姐亲自下令，动用全江城最急的资源，重新为您操办的。对啊，温家那位4小姐，据说常年隐居国外，极少露面，是温家老爷子和几个哥哥的心头肉。她一回来就指名道姓要给您办宴会。陆总，您这前途不可限量啊！那当然了，我们家雨晨那可是打小就优秀，那位温家4小姐肯定是听说我儿子是干大事的人，这才大费周章的要拉拢我儿子呢。哼，这陆体全现在这么得势，必须抓紧让他和那老女人离婚才行。如果能得到4小姐本人的认可，那我离温氏集团核心层又近了一步。阿兰，把之前给陆亦辰准备的钢笔，让律师迅速起草一份离婚协议，迅速送到圣爵菲斯大酒店。陆亦辰、林楚楚，你们以为的登天之梯，今天我就让它变成你们的断头棒。天哪，太美了，简直是仙女下凡啊！全身上下都是巴黎丝钉，连脖子上的蓝宝石项链都是去年苏富比拍卖行过亿的藏品。难道她就是那位传说中的温家4小姐？
不愧是温家最宠爱的四小姐，不仅是千亿豪门的唯一继承人，听说她还是享誉国际、拿过无数大奖的顶级设计师啊！对啊，那种贵族气质是骨子里带出来的，真真正正的天之娇女。陆雨辰能得到这位四小姐的青睐，真是祖上积了8辈子的德了。雨辰，你听见没有？那是温家四小姐，你还愣着干什么？快过去跟人家打招呼，套近乎啊！只要哄得这位大小姐高兴，咱们陆家以后在江城就能横着肩走了。是啊，雨辰哥，温四小姐既然是为了你才重办宴会的，咱们作为今天的主角，理应主动过去。咱们一起去跟温四小姐打个招呼吧。好，我们一起过去。温四小姐，您好，您好，我是雨辰的母亲。早就听说您常年隐居国外，从不轻易露面。今天您竟然为了我们家雨辰，特意亲自出席重新操办的晚宴，真是让我们这小小的升职宴蓬荜生辉啊！是啊，温四小姐，我也在国外留学过，学的是舞蹈专业。在国外的时候，我就一直听闻您的美名，只可惜从来没有机会见过您的真容。今天一见，您真是比传闻中还要高贵美丽千百倍呢。温小姐，我是陆雨辰，感谢您对陆某的厚爱。今晚能见到您，是陆某这辈子最大的荣幸。哦，你们真的不认识我吗？温四小姐，您这真是开玩笑了。您高高在上，我们这种平头百姓怎么配见过您的尊容呢？是啊，温小姐，以前从未有过这个荣幸，今晚确实是第一次见面。确实没有见过，是吗？可是上一次这个庆祝宴上，指着我的鼻子说我丑陋，说我人老珠黄，像个50岁的老太婆，会毁了陆宇恒的大好前途的时候，可不是今天这副态度啊！今天我不过是恢复了年轻，站在这里，你们就开始对着我阿谀奉承，说我神秘高贵，蓬荜生辉了。陆雨辰，陆夫人，你们这以貌取人的本事，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你说什么？四小姐一定是在开玩笑！雨辰，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说他是温念，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是那个丑八怪黄脸婆温念？这绝对不可能！不愿意承认。陆夫人，陆总经理，那不如睁大你们的眼睛，好好看清楚这上面写着谁的名字。结婚证、身份证，这照片真的是你，温念，你真的是，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一定是假的，假的，这绝对是假的！温念那个女人明明就是个无父无母、没人要的野孩子，怎么可能摇身一变就成了千亿温家的四小姐？还有她的怪病，她那个基因突变，国内外的专家都治不好，怎么可能突然就彻底回春了？对，这证件一定是伪造的！该死，这女人到底是谁？不管她是谁，都阻挠我成为陆夫人的计划。念姐姐是吧？我们第一次见，应该都互相给对上面子才是。烦请你离开，不要影响我们今天宴会的氛围。你的意思是我不是温念？哦，不对，是不是你认识的那个温念？不是陆晨风明媒正娶的老婆温念。首先，你确实不是我们熟知的温念，因为她颜值貌丑入老妇，且药石无医。话不要说得太满，也许是苍天怜悯，给我一个重返青春的机会，让我来拿回我的一切呢。别开玩笑了，就算你为了在宴会上讨好雨辰哥，不惜去整容抽脂，也不可能有这么快的恢复期。你就是一个骗子，你不会是温念姐姐花钱请来挽回雨辰哥的吧？该死，就算他真的是温念又怎么样？我林楚楚好不容易盼到了今天，绝对不能让他把雨辰哥把属于我的总经理夫人位置夺走。这位姐姐，你看起来应该比我大一点吧？我敬你是我姐姐，可你不能用这种手段啊！你今天非要在雨辰哥的重要宴会上大闹，不就是想逼着雨辰哥回头重新回到你身边吗？你的想法还真的是单纯啊，林楚楚，你以为陆雨辰是什么好货色，值得我去这么大费周章的挽回他吗？他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普信啊。就算你真的是温念，那你也不能冒充温家四小姐。温氏集团的四小姐何等尊贵，你心疼雨辰哥，想引起他的注意，我可以理解，但你怎么能这么虚荣，欺骗大家
呢？对，伪造！你居然敢伪造！你为了虚荣，简直疯了！你们不愿意承认我的身份，其实根本不是因为这证件的真假，是因为你们害怕。一旦承认我就是温家四小姐，你们现在赖以生存的荣华富贵，全都会在一瞬间彻底化为泡影。你闹够了没有？我不管你是谁，是温念也好，不是温念也罢，我警告你，立刻给我适可而止，否则我报警了。怎么，陆雨涵，到现在还不相信我是温念吗？那我提醒提醒你，当年你在大学操场上向我求婚时说的什么？无论我变成什么样，你都会爱我如初。现在你想起来了吗？操场求婚，你怎么会？雨辰，你清醒点儿！待会儿温总和温家真正的四小姐就要到了，快点把她赶出去！这位小姐，我不觉得你真的是温念，哪怕你现在说出当年我和温念的事情，也不能排除你是假的。还有，我这里马上要迎接贵宾，要是让我的贵宾发现这里有人冒充他，在全城名流面前穿帮了，到时候你可就走不了了。你还不信啊？你内心到底是多脆弱啊？要靠着这股不属于你的力量支撑。别挣扎了，小垃圾！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出去！滚啊！是不是温总和真正的温家四小姐到了？快把这个疯女人赶出去，别让她穿帮了！温念小姐。哼，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温念你这个下贱的小跟班啊，吓老子一跳。阿兰，我让你去准备的东西都带过来了吗？带过来了，小姐，全都准备好了。演，你们两个接着演。温念，你戏戏演的可真全套啊！你到底给了这个小跟班多少钱，让他在这儿陪你假扮四小姐，还特意跑一趟，累不累啊你们？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这是官方出示的小姐更换身份证件的正式合法证明，上面的钢印和照片清清楚楚，容不得你们抵赖。该死，他真的是温念，他居然真的彻底恢复了，绝对不能让他抢走雨辰哥，更不能让他把我辛苦筹谋的总经理夫人位置夺走。哟，看来你还真的是温念那个死丫头。不过，就算你整容求职恢复了样貌，那又怎么样？你骨子里还不是一个没背景、没娘家撑腰的穷丫头。你以为你换了一张脸，改个和温家四小姐同名同姓的名号，就能在这白日做梦，冒充人家千亿四小姐来博取我们雨辰的心吗？温念，你心思怎么这么恶毒啊？博取他的心。陆母，陆雨辰，认清现实吧，别再做你们那可怜的总经理大梦了。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即将化为乌有。还有你口中所谓的前程，全都是我当年求着我哥哥，像施舍叫花子一样一口一口喂到你嘴里的。就算你再不想承认，也已经太迟了。温念，老子今天的一切全都是靠我自己的真本事和能力拼出来的。你以为你蹭个温家四小姐的名字，就能在这对我的前途指手画脚、自以为是吗？靠你的能力，陆亦辰，狗见了主人，尚且还知道摇摇尾巴，而你吃了我温家这么多年的扶持，不仅不记恩，反而只会冲着我乱叫。你怕不是在这个位置上坐得太久，连自己是谁，连谁才是你真正的主子都不认识了吧？念姐姐，我敬重你是姐姐，可你现在太无理取闹了。你不要觉得自己和温氏集团四小姐同姓，就可以在这自欺欺人的冒充她，还口口声声侮辱一夜哥。就算你和雨辰哥闹脾气，你毕竟还是陆太太，是他的妻子。你今天在大庭广众之下发疯，你的行为会害死雨辰哥的。你知不知道他白手起家爬到今天有多不容易？你怎么能这么自私，这么不懂事呢？我还轮不到你一个满嘴谎言的绿茶来这儿教训我。陆亦辰、林楚楚，你们在这自欺欺人、掩耳嫣平，有意思吗？你们自己蠢，难道连去查一下温家四小姐到底叫什么名字的脑子都没有吗？温氏唯一继承人，温念，真的是温念。温念，你真的是温家四小姐？不，绝对不行，绝对不能让雨辰哥相信她就是四小姐，否则我今天做的一切都会前功尽弃。
雨辰哥，你清醒一点，不要被他骗了。就算四小姐也叫温念，可这天下同名同姓的人那么多，凭什么她就是那个千亿身家的四小姐？没有任何照片能确定她就是温念四小姐本人。对，楚楚说的没错，这个女人心机深沉的很，她肯定是早就打听到温家四小姐生性神秘，从不轻易在媒体面前露面，所以她才钻了空子，专门跑来这里，顶着同样的名字来冒充四小姐。雨辰哥，你清醒一点，不要被他骗了。婉柔听说过温家四小姐是享誉国际的舞蹈家，温念，你既然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四小姐，那你敢不敢跟我当众赌一局？哦，赌？你想赌什么？温四小姐跟我一样，也是舞蹈专业出身，你可以冒领身份，但这舞蹈水平可做不了假。对啊，差点忘了，你也是跳舞的，那我们就比一比。比就比，赌什么？既然赌了，那就赌一个身败名裂。如果你输了，你就必须在今天全江城名流的面前，在媒体全球直播的镜头上，亲口承认你当小三抢了我老公，破坏了我的家庭。温念，你的要求太过分了！过分？林楚楚，你的介入让我失去了家庭和老公，甚至差点在全城人面前出丑。这时候你反倒有脸说我的要求过分了？林家好歹在江城也算个名流世家，怎么能生出这种不要脸的女儿，跑去破坏别人的家庭当小三啊？不过说起来，之前这林楚楚一直在国外深造，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灰溜溜的回国了。我听说当年在国外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好像也跟男女感情关系有关系。闭嘴！你们闭嘴！不要在这里乱说！我没有，不是这样的。温念，你别在这儿装腔作势。楚楚可是专业舞蹈舞者者，在国外获得了过国际大奖的。你一个天天在家里做饭洗衣服的家庭主妻，会跳舞吗？你根本没有任何胜算。我警告你，立刻给我滚！别在这里丢人现眼。陆雨辰，我们虽然还没有办离婚手续，但是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半点夫妻情分了。我丢不丢人，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温念，如果你真的敢让我当众在全城名流面前丢人现眼，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好，我答应你，跟你赌。但如果是你输了，你必须为你今天所做的一切当众道歉，并且立刻给我滚出江城。好啊，没问题，一言为定，开始吧。阿兰，是小姐。大家快瞧瞧，这才是真正学过高雅艺术的名媛才女，跳得可真好啊！确实跳得不错，不愧是国外学成归来的，基本功很扎实。是啊，这一局温念这个天天做饭洗衣服的家庭主播，怕是没有任何胜算了。跳得不错，那么接下来，陆雨辰，你就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到底是谁在丢人。虽然我不相信你会跳舞，但是我林楚楚绝对不允许有半点意外发生，所以今天这场比拼，我一定要赢。念姐姐，你以前在家里也只懂得天天跪在地上做家务吧？身体恐怕没有我们当舞者的这么轻盈。这万一等下要是脚滑摔倒了，那可真的要丢人现眼丢到家了。我劝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直接跟我们认个输服个软，这事儿就算结了。既然赌了，那就赌到底，谁输谁赢，自有在场的诸位观众替我们决断。温念，你疯了是不是？你根本不可能赢得了楚楚。现在听我的，立刻给楚楚赔礼道歉。我还可以帮你向她求求情，求她不要把你赶出江城。这已经是对你最好的结果了，你别不知好歹。雨辰，你管这个死丫头干什么？她既然非要当众出这个风头，非要丢这个人，你就由着她去。反正我们陆家也从来没有认过这样的儿媳妇儿。陆夫人，你什么时候认过我？在你眼里，不过是一直把我当个免费的保姆。你病危要死的时候，把我当成割肝救命的唯一稻草。现在病好了，你儿子发达了，你转头就翻脸不认人。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拿我当过半个儿媳？你不过就是一个过河拆桥、见利忘义的自私小人罢了。你这个没家教的野丫头，你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真是反了天了你！陆夫人，陆总经理，好好珍惜这最后一支舞的时间吧。等这首曲子落幕，
你们所有的美梦都该彻底破碎了。那支舞是他，怎么会是他？天哪，他是当年舞蹈学院里的那个神话温家四小姐。天哪！我想起来了，这支舞是当年温四小姐获得国际金奖的诚实作破茧。除了四小姐本人，这天下没有任何人能跳得出这股仙气和神韵。她真的是温家四小姐，绝对是她！他居然没有摔可能啊！我刚刚跳舞的时候，明明趁乱在地上撒了手油的，他怎么可能一点事都没有？温四小姐舞技超群，真是让在下大开眼界。刚才是在下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冒犯，还请您千万不要见怪。哦，那照你看来，今天这局是我跳得好，还是林楚楚小姐跳得好呢？那还用说吗？当然是您跳得好，在下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优美动人、震撼灵魂的舞姿。林小姐跟您比，那简直就是云泥之别啊！对呀，温四小姐的舞蹈实在是太神圣了，简直就是艺术，我都感动得流下眼泪了。大家瞧瞧，我脸上的泪痕都还没干呢。既然大家都觉得我跳得比林小姐好，那么林楚楚愿赌服输。现在该你履行我们的赌约了。阿兰，是小姐。你不要在这里混淆视听，舞蹈艺术根本就没有绝对的评判标准，你凭什么单方面宣布你赢了？大家别被他骗了，他不过是搞了点凭空撒花发光的光影特效，这些花活根本不算实力，舞蹈比的是基本功，不是比谁花活多，你这就是作弊！哦，作弊？你倒是说说看，我怎么作弊了？你做什么都在吆喝你的那个小跟班，刚才的特殊光晕和花瓣，一定是你让那个小跟班在音响控制台那边做了手脚，放了投影设备，你这个骗子！楚楚。虽然我也不相信温念能跳得这么好，但是刚刚全场的宾客眼睛都是雪亮的，特效再多，她的每一个旋转和身法也确实没有瑕疵。你为什么这么笃定她作弊？陆雨辰，你还没听明白吗？林小姐之所以这么言之凿凿，这么笃定我一定会作弊摔倒，是因为她在跳完舞退下去的时候，在我的舞池地板上撒了油，对吧？该死，不能承认，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动了手脚，否则我的形象就彻底毁了。玉晨哥，我没有，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做那种下三滥的事情。刚才那块地确实很滑，我自己跳的时候也差点滑倒了，好在我这么多年的基本功扎实，才勉强稳住没出丑。可即使是这样，我的脚腕也着实是扭伤了啊！还要演啊？那我就陪你们继续演。什么？扭到脚了？疼不疼？你怎么刚刚不直接跟我说啊？念姐姐刚才一口一个自己是温家的四小姐，如果她真的是，那今天整场宴会都是为她操办的。她在她自己的场地上提前设计好一些手段让我出丑，让我滑倒，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我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势单力薄，我怎么能比得过温家四小姐的赫赫为名和滔天拳呀？林楚楚，为了赢下这个赌约，你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就说嘛，我们楚楚我在国外获得那么多大奖，舞蹈造诣那么高，怎么可能会输给你这个只会做家务的废物？原来全都是你这个贱女人在背后动了手脚，暗中害人。温念，你还真是歹毒啊！你在自己的宴会上用这种下流手段逼楚楚退赛，你就不怕全江城的人耻笑你吗？于晨哥，算了吧，念姐姐毕竟和温氏集团的四小姐同名同姓，连冒充这种事都做得出来。可我听闻温四小姐那可是香岛人，你连句香岛话都听不懂，怎么还敢冒充四小姐呢？楚楚说的太对了，温家是香岛的名门望族，来我们江城做生意。真正的温四小姐从小在香岛长大，怎么可能不会香岛话？温念，你嫁进我们陆家这么多年，天天跪在地上做饭洗衣服，连句香岛话都没见你说过。你这个歹毒的家庭式主妇，今天居然敢顶着人家的名号在这招摇作绍！林楚楚最應該滾出江城嘅，唔通唔係你呢個喺外國俾人玩爛晒木落豪門嘅私生女咩？
林楚楚，最應該滾出江城嘅，唔通唔係你呢個喺外國俾人玩爛晒木落豪門嘅私生女咩？你怎麼會說香島話？她居然會香島話，她不會真的是四小姐吧？你胡說八道什麼？我是林家正統的千金，我在國外名校留學，你少血口噴人！正統千金林楚楚，你以前眼界高得很，壓根就看不上當年窮酸的陸亦辰。你當年能接觸到的可全都是真正的頂級豪門，只可惜你有一個好賭成性的親哥哥，在幾年前就把你們林家所有的資產和公司股份，在洛斯維加斯的賭場裡輸了個精光。天哪，林家當年破產原來是因為這個，那他之前裝什麼白富美啊？看來林家早就名存實亡了。林家破產後，你為了維持你那可憐的虛榮生活，開始瘋狂在國外的名流圈子裡當寄生蟲，貼着各種富二代公子哥。你在那邊的名聲早就臭不可聞了，在國內豪門圈也混不下去了，你才灰溜溜的回國。一回國，你就盯上了剛剛手裡有了點小錢的陸羽雲這個舔狗，你不過是拿他當個接盤俠罷了。楚楚，他說的是不是真的？你真的騙了我？不是這樣的，宇辰哥，你相信我，文念他是嫉妒我，他被編故事騙你，他一定是找人偽造了謠言在謀害我，你要相信我。你在國外真的為了錢在那些富二代裡廝混？你之前給我的那些高檔收藏全都是騙我的？不是這樣的，宇辰哥，你相信我，這都是別人編造出來的謊言。他就是在嫉妒我，他看不得我好，所以才不擇手段的往我身上潑髒水。你和我在一起這麼久，我是什麼樣的人，你難道不清楚嗎？對，雨辰，你千萬別聽這個黑心爛賭場的女人胡說八道。她去整了容，抽了脂，假扮成溫家四小姐在這招搖蕩世，竟然還敢來誣陷人家楚楚。楚楚可是正兒八經的留洋才女，高貴得很。哼，大家評評理，林家要是真的破產了，楚楚能買得起這支全球限量版有錢都訂不到的頂級品牌鋼筆送給雨辰嗎？你溫念只會買地攤假貨，你還有什麼臉在這亂叫？假的，陸夫人，你可真是睜着眼睛說瞎話。林楚楚送的那支連筆尖的防偽鋼印都沒有，不過是仿真度高一點的高仿貨罷了。因為他送的是假的，所以他才需要把它供在禮品台上，生怕別人看仔細了。而我送的那支是溫氏集團動用全球資源從瑞士總部直接空運回來的真貨。明明有真正的稀世珍寶擺在你們面前，可你們偏偏眼瞎，把一文不值的假貨當成寶貝，卻把唯一的真貨當成地攤垃圾。陸亦辰，你的眼光還真是一如既往的爛。文念，你剛才說的全都是真的嗎？你真的是？我一直不喜歡在媒體前拋頭露面，所以網絡上沒有任何關於我的照片。當年我被你求婚後，你當着我的面說你痛恨權貴，想靠自己的雙手拼出一片天，所以我才答應家裡隱瞞了千億四小姐的身份，嫁給你當個普通的家庭主婦。我家裡人雖然極力反對我嫁給你，但終究拗不過我，只能答應我的要求，暗中不計代價的扶持你。不然，陸亦辰，你真以為憑你那點平庸的才能，能在這短短幾年內一路順風順水的做到總經理的候選位置上？沒有我溫家，你連個屁都不是。宇辰哥，你不要聽他繼續在這編故事了，大家不要信他。等待會兒，真的溫總和真的四小姐到了，一切就都真相大白了。到時候，他這個冒牌貨會被當場扭送警察局。對，溫念，我看你是不見棺材不落淚。既然你非要在全城平流面前把事情鬧到這一步，那我也不會顧及什麼夫妻情分了。就是。待會兒溫家的人到了，戳穿了你這個狐狸精的真面目，你下半輩子就等着在監獄裡度過吧。雨辰，還是趕緊跟這個要害死你的死女人把婚離了，免得她進去坐牢，髒了咱們陸家的名聲。陸亦辰，我成全你，字我已經簽好了，只要你落筆，我們現在就兩清。雨辰，你還猶豫什麼？楚楚才是能幫你的賢內助，快簽啊！簽了他就和我們陸家沒關係了。簽了，文念，這可是你自找的。待會兒等文總來了，你可別跪下來求我救你。很好，陸亦辰，那我們就拭目以待。天哪，是溫氏集團的老爺子和溫夫人，還有大少爺溫涵、大姐溫柔、二少爺溫徹，溫家掌控實權的核心高層竟然全部到齊了。溫總、溫老爺子、溫夫人，你們能親自大駕光臨，真是我陸亦雲8輩子修來的福分啊！快，
请上座。温总，您来的正好。刚才那个叫温念的死不要脸的女人，竟然在您的场子上，当着全江城名流的面，冒充您的神秘高贵的四小姐，她还打了我儿子和儿媳妇。您快叫保镖把这个死骗子送进警察局。是啊，这才是真正的四小姐吧？温念那种货色，连给四小姐提鞋都不配。您快揭穿她！瞎了你的狗眼！温念就是我们温家放在手心里疼，要星星不改月亮的温家四小姐。我的念念，让你受委屈了。妈妈在这儿，看谁敢动你分毫！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那个女人怎么可能是四小姐？这一定是她请来的演员，对，这全都是她花钱雇来演戏的骗子！林楚楚，你这个贱女人，到了现在你还敢在这儿撒谎！梁小公子，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怎么会在这里？林楚楚，你这个骗子！在国外的时候，你花言巧语骗走了我几千万的投资款和求婚珠宝，转头就玩消失。我动用了所有关系，在国外怎么都找不到你。原来你这贱人灰溜溜的跑回国，在这找接盘人呢。温总，多亏了您给我提供线索和机票，我才有机会在今晚抓住这个诈骗犯。林楚楚当年在国外名媛圈里就是个靠身体骗钱、名声臭不可的寄生虫，被我们梁家和几大豪门联合封杀后，他才逃回国内的。玉成哥，你救救我！他是温念花钱请来污蔑我的演员，你要相信我啊！陆亦辰，看到了吗？你口中高贵纯洁的白月光，其实只是个在国外涉嫌巨额诈骗、名声臭到天的过街老鼠。他骗了那么多富家子弟的钱，那些苦主已经联合报警了。你现在还觉得他纯洁吗？林楚楚，你这个恶毒虚伪的女人，你一直在骗我，亏我还为了你把温念赶走。你把我给你的那些珠宝，给你的那些钱，全部都还给我！还给你，陆亦辰，你少在这装什么大方！你个抠门到骨子里的软饭男，你全身上下都是温家给的，你统共就送了我几件破首饰，加起来还不够我买个包的，你居然还有脸往回要！我呸！恶心！闭嘴吧你！带走，直接送进局子。念念啊！是妈瞎了狗眼，是妈猪油蒙了心，听了林楚楚那个贱人的挑拨离间啊！你救过我的命，你是我们陆家的恩人啊！求求你原谅余生，原谅妈这一次吧！念念，我求你别计较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那些都是一时糊涂，我心里爱的人其实一直都是你啊！念，我们不离婚了，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看到林楚楚就把我推倒在地，你的这种爱，我嫌脏，要不起。念，只要你肯原谅我，让我做什么都行，我给你当牛做马，我天天在家伺候你，求你别抛弃我，我不能没有你啊！你还是留着你当牛做马的力气，想想你和你那个恶毒的妈以后该在哪个桥洞底下过日子吧。毕竟，你现在赖以生存的所有一切都没了。苏雨辰，由于你个人涉及多起财务造假，且严重违反公司形象，经总部研究决定，即刻开除你的一切职务，并启动司法程序追究你的财务责任。请你立刻搬走你的所有个人物品，江城没有任何一家公司会再录用你，你被彻底伤杀。爸妈哥姐，今天这场戏办得很圆满，我们也该回家了。哈哈哈，好，走，哥哥带你回家吃大餐，庆祝我们温家的宝贝四小姐重获新生。老天啊，我真的错了。